太监将夜明珠塞入慈禧口，再用白纱遮盖面容。3岁的孩子被慈禧封为皇帝，他懵懂地走向父亲，可父亲却给他磕了个头。父子俩如今已是君臣登基。这天，溥仪站在龙椅上无聊地甩袖子，大臣急忙提醒他注意礼节，可父亲却说这就快完了。谁都没想到，父亲竟一语成谶，大清王朝竟真的快完了。而此时的溥仪正开心地拥抱门外的帘子，结果帘子却离他越来越远，怎样也触碰不到。一叩头，再叩头，三叩头，起。溥仪穿过叩拜的王公贵族，突然停在台阶之上，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。瘦小的身影前跪满了君臣将士。这时他听见了蝈蝈的声音，溥仪循声找去，来到了太傅面前。您瞧，他给皇上磕头呢。他眼里只有那只通体翠绿的蝈蝈，却不知自己也和蝈蝈一样被人左右了命运。作为宫里唯一的主子，小溥仪洗澡都有好几个太监围着，甚至出宫之后都要由太医仔细闻过，保证龙体安康。所有人都告诉溥仪说他是天子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溥仪登基7年后，他终于能够见到母亲，一旁还有他的胞弟溥杰。虽说是亲兄弟，可君臣有别，溥仪见他必须跪拜。溥仪习惯了高高在上，冷漠地从弟弟身上跨过。面对这个多年未见的母亲，溥仪简单行了个礼，就直接掀开了帘子。还记得我吗？不记得。3岁时，溥仪在轿子里哭天抢地地呼唤母亲，而如今母亲就在面前，却是一副陌生的样子，似乎自他登基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就这样，弟弟成了溥仪的玩伴，他兴奋地跟弟弟展示自己的地位。每经过一处地方，平民都必须转身低头，不可窥视皇帝。为了戏耍随从的太监，他拉着弟弟绕圈奔跑，太监们诚惶诚恐，生怕主子摔倒受伤。可对于弟弟而言，并没有什么君臣。这天，兄弟俩在御书房学习，溥仪瞥见弟弟袖子上的颜色，说那是皇帝专属的明黄色，除了他，任何人穿明黄色的衣服都是僭越。随即，他命令溥杰脱下衣，可溥杰直言无说，说他早已不再是皇上。我还是不是皇上？是的，皇上，万岁爷永远是皇上。溥杰咄咄逼人，愣是要让他证明。为了显示皇权，溥仪端起砚台，命令身边的太监喝下墨汁。老太监先是一愣，随后在溥杰不可置信的表情中，将墨汁一饮而尽。溥杰不依不饶，非要争个对错。于是他带着溥仪爬上围墙，看到僭越者在宫里横行，还用上了皇帝的黄罗盖伞。他告诉溥仪，车上坐的是民国总统袁世凯。溥仪捡起石，赌气一般扔向自己的政敌。他被巨大的落差击垮，收起了不可一世的模样。原来高墙之内是幻象，高墙之外才是真相。陈师傅，我还是皇上吗？在宫里，皇上永远是皇上，可在外面不是了。年幼的溥仪没法接受，想要钻进奶娘怀里倾泻委屈。说到底，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，终究只是个孩子。可宫里的人早已备好轿子，把奶娘送出了紫禁城。二伯，二伯！溥仪一边狂奔，一边绝望地呼喊奶娘。就这样，他失去了深宫大院中唯一的精神依靠。1919年，随着北京城兴起的五四运动，西方的先进思想也吹进了皇宫。在太傅的引荐下，宫里来了一位洋人师傅。溥仪走下龙椅，按照西方礼仪跟对方握手。在上书房里，庄士敦给他上了第1节课。他对西方文化陌生又好奇，听说庄士敦来自苏格兰，他低头看了看。你的裙子哪儿去了，庄士敦？你们苏格兰男人都是穿裙子的，对吗？不，皇上，苏格兰男人不穿裙子，他们是穿 kilts。他们像朋友一样聊天，如同面前2顶相同高度的帽子。可庄士敦发现，这个小皇帝的所作所为，竟一直被眼线监视。他拿出西方杂志，想让溥仪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却意外发现溥仪随身的香囊里藏着一只小白鼠。那老鼠就像溥仪，怎样也无法逃脱被人摆布的命运。中午用膳时，溥仪的秘密又跑出来了，但他没有理会，而是仔细聆听紫禁城外的呐喊，一句句还我河山，回荡在紫禁城。他渴望知道外面的事，便把耳朵贴在了地上。随着枪声响起，外面只剩一片哀嚎声。庄士敦说，大街上是学生们游行的声音。一位民国政府将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日本。这时，一个太监过来，想要打断他们的对话。学生们气愤是有道理的，我也很气愤。可是他们不许我离开皇宫1步。
我要出去，庄氏的师傅。虽然溥仪身份尊贵，可他如今能做的也只是大喊大叫而已。这天，庄士敦带来了一辆自行车，看着这个新鲜玩意，溥仪有些抗拒，但庄士敦只是骑车转了一圈，他就彻底喜欢上了自行车。可就在溥仪骑车的时候，太傅从宫外带来消息，他的生母吞鸦片自尽了。他伤心至极，想要出宫见母亲最后一眼，只是宫里的路格外漫长，他骑了很久才抵达城门。见到溥仪出来，守卫立刻在两旁列队。溥仪推着车，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近。可近在咫尺的自由，却止于那扇朱红色的大门。外面的世界仿佛永远都无法到达，就像登基时溥仪想要触碰的帘子。大门隔绝了希望，也断开了溥仪跟母亲最后一次联系。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他缓缓转身，无力地请求守卫开门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于是他掏出了怀里的小老鼠，恶狠狠扔向了大门。溥仪先后失去了乳母和生母，只能回到那个吃人的皇宫。他赌气一般爬上了屋顶，歇斯底里地叫喊。可那些太监只顾看着热闹，没人愿意冒险上去。只有庄士敦真正担心他，立即喊来几个太监，手拉着手上了房顶，总算救回了溥仪。从那之后，溥仪发现自己总是看不清东西。庄士敦找来眼科医生，发现他只是近视，便给他配了一副眼镜。而对于皇帝如此摩登的做法，遗老们颇有微词。他们不希望溥仪看得清楚，只有看不清王朝覆灭的事实，他们才能更好地控制溥仪。最后，在庄士敦的坚持下，溥仪还是戴上了眼镜。看到溥仪到了年纪，遗老们给溥仪安排了一场选妃。溥仪翻看着适龄格格的照片，随手选了文秀和婉容两人。婉容成了皇后，文秀则成了淑妃。溥仪对庄士敦抱怨，那两个妻子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他想要一个摩登的妻子，会讲英语、法语，还会跳快步舞。然后他又对庄士敦说了自己的规划：我要逃跑，庄士敦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箱子，还有船票。我准备去上牛津大学。皇帝陛下，如果结了婚，您自己就能当家做主，结婚也许才是更实际的逃脱方法。溥仪听从了庄士敦的意见，跟皇后完成了婚礼。和他想象的不同，婉容接受过西方教育，同样反对包办婚姻。他让溥仪先看看自己的容貌，再决定要不要洞房东方。溥仪掀开盖头，看见皇后的一刻，嘴角露出了窃喜。他被皇后亲得满脸唇印，正要深入交流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婉容知道他不愿跟陌生女人同床，愿意跟他从恋人做起，还说要陪他去牛津。溥仪开心的一步三回头，出门还绊了一下。溥仪成年之后，立志改变旧传统，他割下辫子，当作维新变法的第一步。殿内所有人噤若寒蝉，只有婉容面露笑意。为了贯彻变法，整顿宫廷，他更换了内务总管，追查宫里贪污盗窃之事。老太监紧张的吞咽口水，一句也不敢多说。可到了夜里，库房就失火了。溥仪知道是太监害怕追查，这才纵火烧了库房。他看着满地废墟，决定遣散宫里1200多个太监。在民国政府的帮助下，太监们被聚在广场，而溥仪也悲哀地发现，连紫禁城里的事情他都束手无策，更别说外面偌大的世界了。这时，所有太监齐齐看向对着高处的皇帝跪拜，那一个个整齐的背影，一条条虔诚的辫子，深深刻在了溥仪的脑海。自从失去了象征皇权的太监，溥仪便过上了西式生活。可他只是摒弃了过去的服饰，却未能抛弃过去的礼仪。这时，宫里涌入了黑压压的士兵，领头的告诉溥仪，民国政府倒台，他们要赶走躲在紫禁城里的满清余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溥仪却表现出近乎麻木的平静。不久之后，宫内众人就收拾好行李，从午门离开。而那道无法开启的朱红色大门，如今主动在溥仪面前打开，曾经求之不得的自由也变得不过尔尔。就这样，他离开了第一所监狱，径直走入了另一所监狱。离开皇宫后，溥仪投靠了日本人，他租下一家公馆，靠着宫里带出的宝贝，生活过得很是奢靡。渐渐的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。舞会、音乐、洋餐厅，还和婉容在舞池跳起快步舞。可他对婉容的偏爱却刺痛了文秀。在回去的车上，文秀心事重重。我要和你离婚，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小老婆了。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么不情愿。在西洋，你只能有一个夫人。不能和皇上离婚。文秀一遍遍大喊着离婚，却被溥仪霸道的拒绝。可他并不打算就此妥协。这天，文秀将告别信塞到溥仪的房间门口，就急匆匆下了楼。虽然外面大雨滂沱，可他还是冲了出去，甩开仆人地上的雨伞，也甩开了多年的情感包袱。他重归自由，只留下一个洒脱的背影。
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女人闯入了溥仪的公馆。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前来拜访溥仪，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：国民党军队炸开了满清皇陵，将慈禧的尸体劈成碎块。这也让溥仪对国民党的怨恨又深了几分。他气得要命，竟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，建立满洲国。你没有看出来吗？日本人在利用你。我也要利用他们。太傅劝溥仪三思，说日本人的行为叫做侵略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。但溥仪只想着国民党军队挖了自己的祖坟，还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不抵抗。他坚信满洲资源丰富，人口众多，完全可以复辟自己的帝国。1934年，溥仪到达东北，在士兵的列队中，他走向高高在上的王座。登基仪式按满清传统，大臣跪地迎接，周围满是祈福的喇叭。可简陋的龙椅后面却是一片残垣断壁。如今的他再次成为了皇帝。这晚，日本人在俱乐部给溥仪举行了登基宴，周围满是开心的音乐。可再次成为皇后的婉容却无比落寞。她看着丈夫陷入权力的泥潭，看着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，却无可奈何。她一边无助的流泪，一边往嘴里塞花瓣，甚至在川岛芳子的诱惑下染上了大烟。1935年，溥仪受邀访问日本天皇。可他刚回满洲，却发现身边的侍卫被日本人收缴了武器，就连最信任的大臣都被日本人换成了汉奸张景惠。日本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张景惠继续贩卖大烟，用来充当日军侵略的军费。因为溥仪拒绝签署委任状，台下的日本人纷纷变脸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都没人愿意听从。他对着空空如也的座位控诉，最后绝望地瘫在椅子上。晚宴时，他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皇后婉容怀了司机的孩子。日本特务以孩子要挟溥仪，如果拒绝签署任命书，就大肆宣扬皇后跟司机的苟且之事。溥仪没有办法，只能签署了任命书。从那天起，溥仪又无奈签署了许多文件。不久后，孩子出生了，医生趁婉容昏迷，用残忍的手段处理了亲生儿，随后宣称孩子夭折。等溥仪得知消息，才发现婉容已被日本人送上汽车。他火急火燎地下楼，想要阻止这一切，可汽车还是快了他许多。溥仪终究没能追上婉容。随着大门关闭，他卑微请求开门，望着那扇朱红色的门，他发现从小到大，所有人的离去，自己都追不上奶娘母亲婉容。一股苍白的无力感瞬间击垮了溥仪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人战败投降，满洲国不复存在。可撤离之前，溥仪却发现婉容回来了。此时的他已经被鸦片祸害得不成样子，他对每个见到的日本人吐口水，用来发泄自己曾受过的折磨。对于溥仪，他只是看了一眼，就颤颤巍巍关上了门，而这竟成了他俩的永别。1950年，溥仪进了战犯所，在这里他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代号981。他迷茫地看着眼前的宣传画，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什么。几个战犯看见溥仪，立刻上前跪拜，大呼皇上万岁。溥仪吓得躲进卫生间，然后反锁了大门。他预感自己凶多吉少，与其遭受折磨而死，不如自尽来得痛快。不久后，溥仪被几个巴掌打醒，他本想一死了之，可如今连自己的生死，溥仪也没法决定。被救活之后，溥仪再一次失去了自由，他的人生从紫禁城的高墙进入了监狱的高墙。溥仪排队领完物资，却被人拦了下来，他的那副皮手套被守卫生生拽下，因为在这里他只是个犯人。比起皇宫的禁锢，监狱里简陋的厕所更令他难以接受。可这时，溥仪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的亲弟弟也被分到了这间牢房。兄弟俩多年不见，可依旧存在着君臣之别。弟弟每天起床都跪在地上给他系鞋带，又打好热水给他洗漱，有时忘了准备牙粉，他就会遭到溥仪的指责。所长看在眼里，果断给溥仪调换了房间。星期4打饭，星期5扫地，星期6刷厕所。就这样，溥仪仅剩的皇权也荡然无存。这天，所长给战犯训话，他给每个人都发了本子，写自传，让犯人交代罪行。随后又组织战犯观看日军侵华的录像。作为录像里的主角，溥仪第一次知道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。他看到了真实的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，画面里的森森白骨令他不寒而栗。看着人民遭受了如此的苦难，溥仪认下了全部罪行，甚至包括那些他根本不知道的，因为他要为自己的过去赎罪。1959年，溥仪获得了特赦，结束了10年的劳动改造。这时的他已经苍老了许多。他接过盖着红章的特赦令，开心地跟每个人握手告别。离开战犯所后，溥仪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普通园丁，从此再也没有皇帝溥仪，只有花匠溥仪。晚年的溥仪自知时日无多，便想回到紫禁城看看。曾经他是这里的主人，如今却要花钱买票。看着那片朱红色的墙，溥仪的心情难以言喻。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样，只是龙椅前多了一道红线。往事不断在眼前闪过，他翻过红线，想要跟曾经的自己告别，
可他刚上台阶就被一个孩子叫住。男孩说自己是门卫的儿子，一直住在这里。溥仪告诉他自己也住在这里，是这里最后一个皇帝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他跑到龙椅后，拿出了太傅送他的蝈蝈笼。他把蝈蝈笼递给男孩，可打开之后，里面却空空如也。男孩再一转头，已经不见溥仪。溥仪变成一只年迈枯黄的蝈蝈，从笼里钻了出来。在生命的最后，溥仪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人们穷尽一生都在努力得到，而溥仪的一生却总是失去。失去自己的家庭，失去依赖的乳母，失去生身的母亲，失去婉容，而这些人的离开，他永远也追不上，因为总有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将他牢牢囚禁。当他想要享受童年，享受父爱母爱的时候，偏偏当了皇帝。可当他想要作为皇帝变法时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哪怕贵为皇帝，也不过是任人摆布的蝈蝈。在每一次无奈的妥协中，溥仪成了历史的罪人。溥仪这一生经历了穷奢极欲，也经历了山河破碎，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无论经历过怎样的风光和曲折，溥仪终究不过是史书中的几行字。解说不过锦上添花，而原片无可取代。我是石头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会。